Hello，各位大家好，我今天收到了 Verify 所寄来的快递。因为我认为应该是 Atago 这一艘船，可是这 Atago 应该没有这么的长，然后也没那么的大，所以开箱的时候我才会拍个录一下影来留念一下。OK， 这没意外应该就是Atago， 对，这个大小跟高雄号是一样的大小，所以这个应该是所谓的爱当 Atago。那下面的话，我就蛮好奇的，为什么 Verify 要寄密书礼给我？他知道我对美国军舰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OK， 密书里也不知道是什么版本，可是重量很轻，然后盒子一样是非常的难开，很紧，看起来像船身，我现在心情有点像小朋友拆礼物一样。哇哦！Shinano 信浓航空母舰的船身 3D 列印件。OK， 好，那有了信浓，我觉得 Atago 就不重要了。我等一下先把信浓的船身洗干净，然后我喷个底色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现在这个颜色我觉得在摄影机下面的话可能会看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它是荧光绿的颜色，所以我等一下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喷一下底色，大家才可以知道它上面有什么样的设计啊。OK， 我刚刚已经把 Shinano 的船身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上色的处理，这样子大家在看的时候会比较好去分辨它船身上面该有的东西。大家都知道 Shinano 跟 Yamato 的船身应该是共用的，对，我们大家的想法都是这个样子。可是船身共用不代表说模型的模具是可以共用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这个部位，它就是有一面墙直接往上 ，OK， 然后就直接到后面这边来，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左右两侧的船身就不能用，不能用原本 Yamato 的模具下去制造这一艘船。然后我就看了前端的这个位置，这个是大和号的，一样是摆不下去的，所以代表连前甲板这个地方 Verifier 都必须要修改，才有办法重新制作
Shinano 它的前面甲板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一块也是不能用。好，然后再来就是后侧，我们可以看到 Shinano 的船尾跟Yamato是不一样，Yamato 的是平的，从侧面看起来是平的，然后信浓的它是圆弧形的，所以这个地方结构也不一样。如果这一块的结构不一样的话，那它的后甲板这一块设计也会完全不一样，而且最终它是改成了所谓的航空母舰，所以之前的水上飞机的机库这一些，我相信它的结构也是会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内侧留下的这一些线条，很明显的，它的船底就会使用跟原本 Verifier 的大和号一样的船体。那结构，我认为啊，它也是采用左右下面3片来组成它的船身，然后一样，它会巧妙的把它的接合缝藏在所谓的钢板的纹路里面。这边也是，它也会藏在里面，也会让你看不到接合缝，所以你在制作船身的时候，它就不太需要去研磨它的船身的这个地方。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空的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就是它的舰桥，包含它的烟囱是从旁边然后往上延伸出来的，所以船身侧面完全不一样，这一面也是不一样。那也可以看得出 Verifier 它也有设计出所谓的钢板纹路，所有的钢板纹路都有设计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因为当现在的科技在设计一个东西的时候，除了它的电脑绘图画好了以后，那它必须要去证明说它的图画出来是正确的，尺寸是正确的。那以前就是可能会直接就是用开模的方式，钢制的模具，然后再去注塑第一批的试模件出来，那就有可能第一批试模件不对，然后就整批就那套模具就毁掉了，所以才会衍生出所谓的 3D 列印件。你把数据给了电脑，然后它把东西给列印出来，你可以在这上面去观察出你的数据是否有错误的地方。那错误降到最低的时候，你再去做你的钢模，去开钢模。对，那模具生产出来之后，你的修改的范围就会比较小。这个是 3D 列印目前的优势。好，那这一部影片今天就到这边，因为目前我只有收到船身，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下一批零件慢慢寄过来，我能不能够把它凑出来，或者是等到我觉得应该是明年初Shinano 的正式套件应该就会上市而且我觉得应该会蛮轰动的，因为在1:350的这个比例里面是没有 Shinano 这个题材的，然后它也是大合集唯一的空白的地方，这一艘我一定会做因为我非常的喜欢它这个船身，做起来又大又有气势。OK， 好，那这个就是 Shinano 3D 列印的船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家在关注 Verifier， 看什么时候它可以把整套的套件给做出来。好，那我们等一下影片就开始去拆箱 Atago。OK， 拜拜。